我觉得鬼脸很难做。要不然你跟阿用一起做。演员跟阿用的鬼脸对决，3、2、1。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让他太走心，我就说，新美你是过敏哦。但没有，但其实之前还有讲过，说我是团里面唯一不会过敏的。对。If you wanna play, you lose。你会爱耶！欢迎收看 Chat GTV， 我是伟静，我是小赖，还有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Gen Blue 幻蓝小熊。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Gen Blue 幻蓝小熊。大家好，我是韩国人阿样，我是爱口彩珍，我是信，我是李李玉，我是威演学员，我是16岁马内Nicole。好久不见，真的，每一次遇到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每一次都不同，但又很漂亮。对，因为我刚刚问他们，我发现他们比上次来又再更瘦了。天哪，一点点啦，一点点还他们是很厉最轻是害。41耶。41谁？李李，我有努力在吃增胖吃多一点，你有被经纪人说太瘦吗？就是他们说要就是不能，不能太瘦。对对对，哦因为其实上镜也会脸看起来凹凹的。凹下去。控制体态很辛苦，没错大家辛苦了。没错。这次呢，来是因为有新作品了，新专辑。好好来宣传一下这张专辑，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全新迷你专辑，我们的 Badass， 然后 Badass 是我们的主打曲，然后这一次我们的风格是比较 hot girl， 然后比较 mean 的那种感觉，比较 hot girl 哦。对，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哦，很期待耶。所以妆造会跟前2支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吗？就是可能多一些小小的细节。对，那你们自己评估，就是这次 MV 的造型，谁跟上次差比较多？因为你剪头发了嘛。对，我觉得应该是对，我原本是长发，然后后我来想说是新团员吗？因为你也瘦1圈呢，你的婴儿肥不见了。长大了，长大了啦，谢谢。瘦有，因为那时候跟老板讨论，就说还是这是 hot girl 风格，因为其实原本是因为我发质真的整个烂掉了，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讨论说，还是我们剪个短头发试试看，然后就是老板也觉得不错，可以试试看，所以就剪。我以为女生都会怕剪短呢。我其实原本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因为我是下个礼拜才要剪，所以我1个礼拜的心理准备，我就一直在那边想，我还问那个 AI 说，我剪短头发的样子长怎么样，你知道吗？要给自己足够的心理准备，然后剪完就可你剪完，我觉得比长发亮眼，很好看，很好看，就觉得真的好很漂亮。内心很短，你也很没有，我现在很生气，真的，为什么这么漂亮？这长发已经够美了。谢谢。这次要来跟这个 Gen Blue 好好聊一次没错，聊一下这次的这个作品。那首先呢，是因为之前的这个 Coco 跟这个 Act Like That， 都有请很厉害的这个编舞家来编。那这次有没有？这次的舞蹈有没有就是比较特别的亮点可以告诉我？我们这次亮点是动作加表情都有。哦，表情是有点，因为那时候是觉得想要有一点亮点，然后我们就跟金姐讨论蛮久，然后这个表情是让新民帮我们想出来的。是的我们大家都有就是尝试，对，每个人都做各种不同表情，然后金姐最后选新民的。对，哪一类的表情我们一起来做。好，5、6、7、8。If you wanna play, you lose。哦，你会爱耶！太好了，这个一定到时候大家狂学，因为很多人没办法把嘴巴吸成，因为它只有吸一边进去，它是摇吸吮，摇左边看右上，摇右边右咬右边，看右上，试看，颜面神经很失调的感觉。试看。 If you wanna play, you lose. Yeah。你们要还震一下，然后再看啊。 If you wanna play, you lose. 5、6、7、8。蛮难的耶，蛮难的，很难好看。一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有好看吗？那个很怕被粉丝拍出来是丑照。可是你们做的超好看的啊，就是很有态度俏皮。没有，因为有化妆。你知道我们练习室摆那个素颜哦，然后大家大刘海，然后每一个
录影都像在翻白眼，然后嘴唇苍白，超想恶心，头发超乱，对，一群女鬼一排这样，女鬼。哦，所以是舞蹈老师编，但这个动作是你们自己想的，对，很精彩。这首歌感觉很值得期待。对，非常非常期待。对，那因为之前说你们上打歌舞台还要面试这件事情，对，我以为是不就是排通告上去？对啊，其实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哦试，对面试的？我们啊的经纪人窗口要们，丢对，我们的经纪人帮我们去，帮我们那个联络这个的电视台那边电视台的。好像要选。对就是因为对打歌舞台就是没办法说塞那么想要去多打的人对都可以去，就是可能这一次只有15组这样子，那就是要选。所以面试你们不用动到你们本人要出场。我们需要拍那个舞蹈影片哦对，就是拍带名台的舞蹈影片。他直接拍 MV 不行吗？哎，可能那时候 MV 也还没出对来。 ，MV 很提早去面试，就是很早比拍 MV 之前就要先提前面试。所以这个已经很久了，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对，就是一个文化嘛。文化，天哪，哎，你中文很好哎。刚反应过来想说，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畅所欲言。对呀，对。但听说你们韩国录音有一个传说，就是只要遇到鬼的话，这首歌可能就有，我们那个算是吗？就是有一次你们遇到了吗？疑似遇到。录音室我们在练习室的时候嘛，手机的那个没有。其实我想讲的是在我们宿舍之就前算有鬼，应该就是真的是鬼啊。那你先讲那个，你先讲那个吧。练习室怎么？练习室那个比较好玩。对，就是在讲这个，就是我们你先讲那个那时候好像在韩国的练习室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们拍完影片，就是我们练习的影片，然后之后好像是新民手机吧，它突然整个画面变绿色的。我跟西明跟阿口同一个房间，然后我们那一天就是有在讲一些鬼故事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些是比较就是实事发生，但是也是听到的鬼故事，是真的蛮恐怖的。我们讲完，然后隔一天，因为我们都要上传作业给那种老板的群组，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不露脸，所以我们就架着这样拍，然后我就在旁边，然后我们大家就围一圈就唱歌嘛，然后唱一唱，我就觉得这个荧幕怪怪的，然后我想我有看错嘛，然后我就想然后就我们就按暂停，然后我们就去找，我们就点那个影片进去，结果它一整片是绿色，超可怕，荧幕是绿很绿色的那种诡异的。但是前几个影片都是正常颜色，就之前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对手机也是好的，对你，还敢用那只手机吗？现在还在用，还用的好好的。因为那种东西会存在在电磁波，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在你手机里。这个是练习室的，还有刚刚对，你想讲，另外一个是在我们宿舍，就是隔天发生，对，就是晚上，这么近同一天晚上，就我们3个人都已经准备要睡觉了，就突然听到一个类似像音乐声，然后是讲话的声音啊，讲话的声音，对，有一个女生在讲话，清唱的，我就想说哦，应该是玉的手机没关，我说玉，你再小声一点，阿用已经睡觉了，然后说没有啊，我没有开东西啊，然后就一直找，然后就听到是阿用那边，结果是阿用，但他已经睡觉了。后来发现我已经那个睡着闭眼睛了，然后我也听到了这个声音，然后我想说，我以为是他们的声音，对，这我们都以为你们都以为是彼此这样，对，结果发现是我的手机，但是我没有开过，他没有开任何软体，都是已经划掉，但是他自己对全部都自己没有。跑出一个在播东西的对，可怕。有一个前辈的清唱的声音，对，而且他也没有点进他没有那个 app 里面划出来也没有，就是不是说他分页忘记关也没有不是东西，对不是那一种，突然他突然自己有那一整天都很邪门。对。那这样代表你们这次的作品就是会很棒啊。但其实这是以前好像比较哦，以前是不是？但如果你手机还留着，它就是还跟着。对对对，谢谢生产。因为之前新民跟圆圆还有跟宇宙少女的多荣跟夏天一起拍韩综，对新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一开始超级紧张，因为超级完全前辈嘛是。可是真的他们都对我们很好，然后也很会带那个节目的节奏，因为对其实我们就是也是那小菜鸟，对然后他们就超级菜鸟很会引导我们。哦，然后那时候其实几乎都没什么睡觉，然后他们还特地去买那个维他命 C 给我们俩。对，多荣姐姐是属于那种很活泼的类型，就是她会一直跟我们聊天，然后就跟我们分享可能当地什么好玩啊，什么好吃这样子，然后她还有带那个小零食给我们吃，哦，好好，就很感动。夏天姐姐就是属于比较很细心型的，然后会随时在你的状况啊什么的。哦，因为我每次看节目，可能都会觉得韩国的前辈跟后辈
就那个尊敬程度要有一定的。对，我们自己其实也蛮就是惊讶的，就是他们人真的很好，就没有那种前辈距离感、对架子，对。而且之前这个利特还有推荐你，就是可以跟妹妹多谈心，就是跟大家多谈心。对，就有吗？有大家有之后都去找他谈心了吗？好像最近发生的事情，虽然说自己讲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就是有一次就是大家有让我走心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们是在开一个通话，然后要对脚本，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谈到每一个人的那叫什么角色会对内担当角色，然后结果就是大家都讲完之后，然后那个就是通话里面的工作人员就问到说，那新民呢？新民的就是绰号是什么？然后大家都鸦雀无声，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大家对我没有想法吗？还是什么？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还是怎么样？可是后来发现是他们还在想，对，因为他是队长，还在想，太敏感了。对，他的绰号其实蛮难想，因为他是就是一个很正常、超级正常的一个人，然后又是很强，然后又是队长什么。我想讲一点有趣，但有点对，就是想要讲一些有趣、好笑的东西。可以综合的，对，因为其他我们就是可能往比较不好的方向，不好的方向去怪人啊，对，这所以越来越多这样子，所以影响到其他。但是因为新民他就是生活习惯又很好，然后平常练习没什么缺点，对，我们就觉得 Ace 那种很无聊，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很久，然后新民就也很难过这样子，然后我们全部人很紧张，然后我跟王彩珍就一直在房间讨论说我们要怎么跟新民说对，你说他脸臭到可以直接看到他脸臭？没有，那时候是直接那个吹泡泡，那个我的鼻涕比眼泪出来，直接买说1秒吗？还没开完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就是默默掉泪，默默擦泪。就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了，就好像是那一阵子也特别忙，然后压力特别大，然后我觉得就是情绪的累积，然后突然变这样子。那你哭完怎么结尾？对，最后大家就其实那个时候哭完之后，我自己心里有想说，我这样对吗？你有离开现场吗？没有，我完全装没事，因为起床晚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先回宿舍，然后我这个跟彩珍在。就是想我们要怎么去，要一起搭车吗？还是我们要分开走？对，我们就很紧张。然后阿可就说我要去取货，我说我跟你去。逃离现场，所以新民是一个人回家。没有，后来因为新民也要去取货，然后最好笑的是，新民在取货的门口外面，然后我们两个遇到他，你说我们很像小偷，我们突然想起说，56分我们再走过去，然后56分，然后不赶过去，结果我们以为新民走了，就他好笑，卡在死角里面，对，赶快冲进去取货店，然后按完，然后拿东西直接溜走，然后叫车，干嘛躲成这样？新民看到你们这一切溜走。他是面向那边的，因为他可能在等车吧，他面向那边，然后我跟彩珍从他后面走过去，我们还特别再把定位叫到公司，然后跑回公司，再回宿舍，就假装你们还在公司，现在听到你们在躲他们，不是，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去跟他面对他的情绪，因为他那时候情绪一定很 up， 所以我们要先等他缓一下，你知道，我们就很紧张。那其他3位呢？其他3位都没有在意，因为他们说那个。因为发生那件事情，然后阿用还有写信给我，对，这就是一种说手写信，对，手写信，手写超级感动，真的很跟 Nico 都再多年。结束之后，我去问新民说，就是关心一下，说你怎么了？然后他说我回家再跟你说。然后说好，然后回家一直等不到他。为什么？他好像忘记。因为其实我们团里面的这2位就是比较不敏感那种类型，对。有人该不会现在还知道他生气吧？没有，我很早没有。其实我很早就发现新民是心情感觉不太对，然后他后来就是经过那件事情之后，他都没讲话，然后就觉得奇怪，是他没有想到要讲什么吗？还是什么？然后就反正结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卫生纸，一直在我在吹泡泡，然后我就反正我那时候就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让他太走心了，就是你家具，没有，我就说，新民你是过敏哦。但其实之前还有讲过，说我是团里面唯一没有不会过敏的。对，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
在试探他，就是想说，对，你然后随便讲个什么缓一下，对，缓一下，就是其实你可以讲出来，更你不用自己在这边，就是不用自己难过，你可以跟我们讲你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这个听到更气，至于说我不会过敏，我没有，我没有。重新加了。我以为会是那种所以我才会这样大家姐妹啊，怎么了？哦，我们团不是这样你，们不是这种，我们很男生，在哭哦。在干嘛？值得价值的地位。一个是比较会比较姐妹去派的报新名的那个类型，姐妹戏他平常没事都会这样。哦，我们其实那时候超级紧张，因为那时候在开会嘛，但是我们要一直听他那个人在讲对脚本，然后我们又一直在传讯说啊，新民怎么了？对，然后我们整个全部人都在传讯息，对，然后我们还想了什么 A 方案、B 方案要怎么跟他我想超多方案的。那个发那个自由只开新名发影片，因为我不想传讯息给他，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想看，因为那时候他在情绪上，他可能刚刚点到就看到了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写传讯息，第三个是当面找他，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讨论。我跟你讲，就是直接爆就对了，真的假的？直接爆，直接爆，你吃这招吗？哎，我吃哎。哦，好，听到了，下次知道。但可是我其实我有抱他，然后他就说，你说你过敏了，他不知道。前面讲那个过敏，我就解掉，整个解掉。其实我觉得小事可以报，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有点大事，所以我觉得不能只一个报这样子结束。可我懂新棉，如果你们都不理我，我会觉得更难过。然后取货还躲，取货还躲。就觉得我好像整路回家都没有遇到他们的人。但相信新民听到这些，也应该可以感受到他们非常在意你的情绪，所以在想办法。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经历过那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是感情好像又变更好，因为我们有在更深入的 girl talk，更了解对，越吵越好。是，哇，这种故事太好听了，真的。下一趴我们应该可以听到更多故事，进行我们的偶像自首大会。好的，偶像自首大会要怎么玩呢？刚刚在录影前有给6位填写问卷了，所以我们等一下问问题呢，你们会觉得自己有没有被写到？如果觉得自己会被写到，就要举自首的牌子。那如果呢，你被写到，但你没有举自首的话，就要接受我们的电笔惩罚。第一题，请问幻蓝小熊当中谁的偶包最多？哦3、 2、1，请举牌。嘿，嘿，没有人自首，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来，好，圆圆2票，Nico 1票，其他人都是写阿用。OK， 阿用3票，最高票。阿用好像是阿用。其实我也觉得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有哦，对我越来越没有的，那你有的点是可能是语言不通吗？还是也有就是像是我们有什么丑照3连拍好了，我觉得演员的话，演员可能会讲，但是阿用的话是讲。他会想要在粉丝面前保持一个比较最佳状态。了解。可是现在丑照3连拍，你可以办法突破了吗？还是还不行？对，有点想一下。好，那圆圆有2票。对啊，哎，我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我还好。我现在看到这个阿用的对你的指控是说，你做鬼脸时也不敢变丑。我觉得鬼脸很难做。那你做一个你觉得的鬼？你觉得的鬼脸是什么？那不然你跟阿用一起做一个。演员跟阿用的鬼脸对决，3、2、1。好像阿用赢。有，原来是在可爱的范围。有了。我还这样还可爱吗？我也很可爱。好，那我们这一题先惩罚了啦。看到了哇，没想到阿用你会怕吗？阿用不怕，我超怕，感觉很怪怪的。干嘛？又不是你。好，再绕一下。我来问第二题喽。看起来很痛。 Jam Blue 中谁的外貌和个性差异最？哎呀，就是看起来跟个性差太多的。3、2、1。哎呦，我先说，有3个人都有票。哎，对，我以为我们很有默契耶，我们怎么这样啊？好，那我们先从少票开始。有人写新名，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想知道是谁。没有是我，因为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第一印象就是对新民，他就是一个很冷酷，对，然后声音其实不是很温柔的男，是比较
可能跟 Lily 比较有点像的那一种，就我印象，我第一印象是这样。结果我一跟他讲话，声音超级温柔，他说哦好啊那种，你知道那种温柔声音，我有点吓到。然后后来跟他更认识以后，因为我就觉得她就是一个很震惊的姐姐，然后结果她就是很搞笑，她其实有时候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强这样子，他蛮好笑。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反差，跟外表很不一样。OK， 下一其实位，彩珍有2票哎，是哦，谁啦？一样哎，我投你的，彩珍长得跟她个性就一模一样啊。是吗？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也投我对啊，我投你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看起来好像那种很甜美可爱的女生，然后结果她一讲话吓到，然后又很我声音很低啊，声音很低，就是我可能不讲会这样。 OK， 甜美可爱，一讲话。彩珍 MV 看起来跟本人是有反反差的，是，是因为本人觉得哇，MV 也太空灵了吧，很气质的那一本人种。很脏，他就是那种非常外放的，对很外放对，是很可爱，对，很可爱。好，那玉，你觉得你自己被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人说我外表看起来是那种可能不太理人，然后不太不太容易亲人的，是，然后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发现是我其实蛮爱讲冷笑话，然后就是还讲话还蛮奇怪的，对。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到他，你知道谁会有人跟你要 IG 说？IG， 什么啊？这样在把妹啊？你是怎样？你要那个好像那个娃娃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其实他是一个大直男，对，他就大直男，我觉得听起来玉最 man 呢，对，最可爱、最好笑。但因为玉有自首，所以就不用背。对，就过了，最高票就是玉了。好，下一题是幻蓝小熊当中谁最让经纪人头痛？不是，他很容易被经纪人念。哎，其实这一题有点难呢。对，不会啊，不会难啊。好，怎么会难呢来喽，怎么会难？ 3、2、1。一个手干嘛？等一下，这个不止一个人吧？我也觉得不止一个人呢。有平票这种可能，有人在有平票的可能啊，你们6个人呢？我劝你们谁举一下双数的人没有，我只能说有2位都有票，我们来讨论一下。有2位讨论，不然你们不要自己承认嘛。我们就一起举算。好，3、2、1。我们就说，他没选，我有刀啦，怎么样？你是常被念什么？就像是我今天早上才刚被骂而已。那个，自己装。我忘记我干嘛了。我讲一个昨天定妆的时候，昨天也被骂，今天也被骂。对啊，每天都被骂。天。然后我昨天定妆的时候，大家站一排，然后结果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有 ADHD， 然后我就喜欢走来走去。你有，我有觉得。我是当做好好丢他一点。终于消费者。反正我就走来走去嘛，然后姐姐就说：“王彩珍，你再一次，我说他说什么啊？咬牙切齿。对，他就咬牙切齿说：王彩珍，你再一次你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有点吓到，有点吓到。可你是不是大概坚持2分钟又开始动？对啊，强迫听，不听讲不听，而且他这种个性是应该是被骂不怕，对，隔天又会忘记。对，记忆力超差。我们队长最头痛的也是他吗？他跟圆圆。那圆圆，你觉得你什么是会被经纪人骂的？我觉得我想一下，不用想，不用想。好，算了 ，Nico， 那你直接提醒他。对，你提醒我。就是可能在我讲工作上面好了。假设我们今天可能对完稿了，好，我们假设说明天我们就是12点半出门这样子，然后搭保姆车这样子。他说，那我明天是叫车去吗？就可能前1秒才讲啊，然后下1秒说，那我们叫车去吗？然后大家就看着他们俩，就是说你是2G 吗？那你会忘记唱自己的段落吗？有一次我们表演，然后要拿手环表演，结果到他趴的时候，他走出来讲，对，他举手，太神了，很自信，所以听起来这事很常发生呢。蛮长。但后来，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有在反省，有在反省。你发生这件事不止一次。然后反正后来我就决定说，如果这一场是确定是手麦表演的话，我就是连练习的时候都一定要拿手记熟这样子。好的，那来公布票数喽。这一题的最高票是
彩珍、5票，好，所以你选一票啊你选你自己我选我自己啊。啊。那你选你自己，那就5票没错。好，真正经纪人的答案是谁？2选1，谁来投投？哇！经纪人啊，没有他是私下算。我很抱歉大家。当演员是表演的时候，因为是工作上面的。你有在打歌舞台上忘记过吗？没有，他是什么那个麦，是为了什么跌倒？你记得吗？就是那本笔记那，然后我没站稳，所以就那本笔记那。现场还有粉丝在前面看，纯没站稳，纯跌。那你家快不下风？对，我刚才直接瞪大眼睛。什么？这个是宣布是吗？啊，怎么这样？但我大概能理解，就是我们经纪人为什么会觉得很头痛，就是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很头痛。那你跌完的时候，你是很明显被发现你跌倒，还是你下去有顺白眼？他被跌，被一脸很明显，心虚呀。对，很明显。就这段要抛出来给大家，就是那个直拍会很多人。好的，算是大家都还算蛮诚实的，没错没错也不用被电。太棒了！好想多玩几题，但是时间的关系，这个自首大会就先到一个段落了。没错没错。那我们有就是累积了很多粉丝想问你们的问题，现在要来跟你们做一个 Q&A。你们做新专辑有没有遇到觉得最大的困难？我分享我是拍 MV 的时候，拍 Badass MV 的时候，因为就是我可能平常我在镜头面前虽然是就是很比较大笑啊、开放那种，但其实要我演那种很坏的那种人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困难。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跟演员同学，我是假装你是演员同学，他拿着书，然后我走过来我就这样拿起来看一眼，然后觉得啊你在看什么东西，然后这样丢掉。然后我这一部分我演超久，因为我那个表情就是要翻不翻的，因为我觉得有点紧张，我怕因为演员同学演很好，他演到我觉得。他一脸就是你干嘛拿我书那种表情，我真的超级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恶意，我只是往旁边看一下，我不是在翻白眼然后再丢掉，超烂，嘴巴里面有超烂，真的超烂。反正最后有完成就有坏吗？你自己也认定自己了。其实我看了一下 MV， 我觉得早知道我当初就应该做更坏的，就有一点。来，你现在上诉一个。我现在。快一点啦！不要当你来。好。先你演那个同学。好。来，走过来。有，你再多延续个1-2秒就好，因为你刚丢完马上嘴角很想笑。还走。那你们看 MV 有没有觉得谁的表情最坏？最坏，你口因为Nico感觉脸就是会揍人的，因为他眼神放一个默默的杀气。我想看 Nico 耍坏的那个。你演彩珍那个戏嘛？好 ，Action。我跟你讲，他有那种戏谑的哦，对，他也是笑，就是什么东西，他是戏谑的那种哎。有一题是比较可爱的一题啦，就是如果除了当偶像之外，你另外一个职业想做什么？我是以前有想过，我想要当那个空服员。你很适合哎，因为我以前觉得好像就是空服员可以到处出去玩，我以前这样觉得。你可以瞪一些没礼貌的乘客啊。对啊，把那个餐打在身上。好有画面感哦！被你们这么一说，好，我是善良的空服员。空服员，那演员呢？我是当老奶奶的时候要去开那个干妈店，干妈店。干妈店。那你再年轻一点点，杂货店那种。40岁的时候40，你已经退休，没有当歌手了。你不是说那个吗？水族馆，好梦幻哦！你说的是那种海洋生物馆，还是卖水族箱的那种？就是卖鱼、雀鱼、那个金鱼，在算命界有很多鱼缸店那种吗？就是海参馆里面那种，不是有那种管理鱼的人啊，或是管理，或是有那种海参触摸区，然后在那边管理的人。那你本身有养鱼吗？我以前很喜欢养鱼，但是后来都死了。没有，他就是因为以前会养那种小，然后每次换水的时候，鱼就会这样跳到那个水上，然后就是会说，鱼呢？太迷糊。好，海参馆。好，玉呢？我呢，
我有想要开一间宠物店，哦，是什么宠物的？否什么？我喜欢狗狗，他很对，爱因为我很喜欢有那种真的很爱上班，然后所有小动物围着你的感觉。你超适合也养蛇哎，超怕，然后看外面还是养那种很冷血然后的动物，就在麦当劳要喂蜥蜥蜴蜴，有画面。今天要什么？今天要什么？对然后蛇一斤就要出来蟑螂是不是？不行，我超怕蟑螂。喂蜥蜴，哦，你是爱狗狗的对我超级。对 OK，我们店很可爱。好，我是想要做那个甜点师，哇，好梦就是开那个幻美甜美耶。那你有学过甜点吗？啊，完全没有，我只是单纯喜欢就是吃甜点对对对。蛮适合的，感觉很帅的感觉。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才真很适合一个职业。来你讲所以你先，那我先看有没有合理。我想当服装设计师。哦，哦，他其实不一样很不一样是不用讲后面这个动作没关系他其实。蛮会搭配的。我以为他想当导游，导游，这种这么大声啊！我讲100次都不会腻。他可以跟每个不同人讲，跟这个山里这个苹果很棒。他还是带老人可爱，因为老人耳朵听不清楚，他可以讲很大声，因为导游能量很高。对，他可以，我的苹果肌好酸哦，你真的可以去耶，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对呀，看一下啦。我才不要导游嘞，可是服装上很冷静哎。对呀，服装是你不能吵。我是热情的服装师啊。哎，不，大家这个要搭配的 OK。那阿勇，我是最近想当拍摄的团体，拍摄的幕后的团队导演那种吗？对，可是有很多职位，譬如说摄影师或者是总导演，还是哦，我想导演之类的，我就坐在那边的指挥摄影师，都可以，都可以。但是阿佑他其实很会教东西，他很会指导事情。他就是他很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对这些其实蛮有那个哦，时间到了要准备哦，这样哦，因为你的镜头，你会跟导演建议吗？比如说怎么拍我比较好看？我们那时候拍 MV 的时候，就有一个画面，我们是要撒彩带，然后原本是工作人员撒，然后阿勇就说还是导演我们可以自己撒嘛，比较有欢乐的感觉。有建议对，就是他就会给很多很不错的。然后没有被采用。有，后来就有想法，有想法。对，所以我来好好宣传一下这次的专辑，来。好，我们这次的全新迷你专辑，然后我们的主打歌哦，Badass，这张看来就是蛮坏的。对，没错，就是有一种就是在镜子里真实的自我的一种感觉。对，然后这边有写我们的11月8号就是我们的专属演唱会 Mirror into Ourselves，然后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是的然后我们就是现在也开始在准备很多很丰富的内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跟我们玩。是的。 OK， 今天谢谢焕蓝小熊来跟我们一起聊天，要多多支持这次的新专辑还有活动。谢谢 Jen Blue 焕蓝小熊，谢谢。最近 EP 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开始，按赞，订阅，分享。 Nice, nice, nice! Woohoo!